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佛历2月上12，万象晴，17到29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0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81.63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5.6 基普，涨幅 0.8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5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基普，涨幅 0.2%。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交所停盘，在最后一个交易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47.13 点。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19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1万基普，跌幅 0.45%。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2月24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43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69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61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一、妇产医院与新希望公司合作开展试管婴儿辅助生殖。12月28日，老挝妇产医院与新希望独资有限公司合作的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启动仪式在院内举行，前卫生部部长本丰普莱希特教授、新希望公司负责人阿尼在及妇产医院院长希万在等多位领导嘉宾出席。该合作项目旨在利用先进的辅助生殖技术，为不孕不育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诊治，助力更多家庭实现生育梦想。2. 建国阵线参加友好足球赛及群众体育活动。12月27日，老挝建国阵线、国家老战士联合会及3大群众组织在万象举办友好体育竞技活动，多位党政高层领导出席。此次活动旨在通过体育交流庆祝青年团重要会议及国家节日。比赛涵盖男子足球、女子接力及趣味高尔夫，其中老挝妇女联合会夺得足球冠军。活动期间，老挝发展银行向老挝建国阵线捐赠2亿基普支持其工作，通过此类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各机构成员间的内部团结。3. 琅勃拉邦嘉奖全国残运会夺金教练员与运动员。12月30日，琅勃拉邦省举行仪式表彰参加第4届全国残运会的代表团。该省代表团在12月中旬的比赛中，共获得3金6银3铜。省教育体育厅厅长苏里德乔博拉佩向教练员和运动员颁发了奖金与荣誉证书，赞扬他们为全省赢得了荣誉，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在未来赛事中续写辉煌。4. 桑提帕中学举办运动会及艺术活动。12月30日，琅勃拉邦桑提帕中学举办第14届全校运动会及学术艺术成果展，省教育体育厅领导及全校师生出席。活动涵盖足球、排球、田径等7项体育赛事，以及传统歌舞和服装秀。活动旨在落实教育方针，增强学生体质，发掘艺术与体育人才，并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与团队团结精神。校长本肯温西鼓励学生在竞技中收获友谊，为未来参加更高级别赛事打好基础。仪式现场还表彰了品学兼优的学生。5. 占巴塞省领导夫人向巴瑟市4所学校捐赠学习用品。12月30日，占巴塞省委书记夫人韦贤麦孙娜拉率领省妇联及女企业家协会向巴瑟市的空来、纳江、郭德和松麦4所小学捐赠物资，受助学生共计92人。捐赠物资包括生活用品、衣物、文具及体育器材，总价值达7660万基普。此举旨在鼓励学生勤奋学习，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为国家未来发展贡献力量。6. 占巴塞省贸易监察部门加强元旦期间监管力度。12月30日，占巴塞省工贸厅对巴瑟市主要市场和超市开展节日物价巡查，执法部门要求经营者在元旦及春节期间不得囤积居奇或随意涨价，商品必须明码标价并附老挝语标签。
礼品栏内容需真实透明。官方强调将严厉查处违规商家，并公布了举报电话供消费者维权。此举旨在落实省工贸厅政策精神，通过加强监管，确保节日期间市场物价稳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7. 色供省集中销毁过期变质及非法进口商品。12月30日，色供省工贸厅举行违规商品销毁仪式。此次销毁的物资是执法部门在全省市场及商店巡查中查获的，涵盖过期变质、走私及无老挝语标签的假冒伪劣产品，共计27类，总价值逾2000万吉普。省工贸厅厅长坎森强调，此举旨在落实消费者保护法，通过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保障消费者安全，规范市场准入制度，进而促进本土生产与合法贸易的健康发展。8. 华潘省严厉查处并销毁无证进口啤酒。12月26日，华潘省公安厅经济警察科在科考军营集中销毁了270箱非法进口的越南贝贝壳牌啤酒，总价值约2295万吉普。该批啤酒因无进口许可证及食药监认证，在桑怒至农康路段巡查时被查获。华潘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波塞中校及相关部门代表出席仪式，现场通过车辆碾压的方式对违规商品进行了彻底销毁。此举彰显了当地政府打击走私、维护市场食品安全准入制度的决心。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